你覺得宇宙有邊界嗎？你往一個方向可勁兒飛，能飛出這個宇宙嗎？答案是不能，你永遠到不了宇宙的邊界，因為它從來就沒有被宇宙設計出來。這看起來很反常識啊，因為在咱們的思維裡，什麼東西都是有邊界的呀。桌子有邊，房子有牆，地球有表面，就连银河系都有清晰的邊界。從小到大，所有的東西都在告訴我們，任何物體都有內外，有邊緣。所以當我們仰望星空時，自然而然就會問，宇宙的外面是什麼？宇宙的邊界到底在哪？但這就有 bug 了，宇宙本身就是所有空间、所有物质、所有能量的总和啊，這是现代宇宙學的基本定義。你想想啊，既然它已經包含一切，那外面這個概念從定義上就不成立呀。就像你問比所有自然數更大的樹是什麼，這本身就是個偽命題。我再給你一個更直觀的比喻，你在地球表面一直走，能走到世界的盡頭嗎？答案是不能啊，你只會繞地球一圈，回到原點，因為地球表面是個二維閉合曲面，有限但沒有邊界。宇宙也是一個道理，只不過地球是二維表面，宇宙是三維閉合空間。宇宙为物質和能量，那就成了一個超球面，你往任何一個方向一直飛，理論上最終也會回到起點，就像環球旅行一樣，永遠碰不到邊界這個東西。所以呀，不是我們的技術不夠找不到邊界，而是宇宙本身就是有限而無界的。那有限無界這個概念又是怎麼來的呢？看起來有點奇怪呀。這其實是愛因斯坦提出來的。1917年他提出了有限宇宙的模型，把宇宙看作是一個在空間尺度方面有限閉合的連續曲，並從宇宙物質均勻分布的前提出發，在數學上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有限而有限、有限而閉合的四維連續體，是一個封閉的宇宙。由此推想啊，在宇宙任意一點上發射的光，都將會沿着時空曲面，在100億年後返回它的出發點，就像我們的地球上走，永遠走不出地球一樣。宇宙有限而無界，只不過是比地球多了幾個維度。但是宇宙的真相啊，還不止如此。我們不僅找不到宇宙的邊界，就連宇宙本身也在膨脹，且膨脹的速度啊，快到離譜。起因是咱們觀測到所有的星系都在互相遠離，這不是因為它們在飛，而是宇宙這個容器本身在膨脹。1929年，美國天文學家哈勃通過觀測發現，星系離我們越遠，飛行速度就越快，這就是著名的哈勃定律。後來 NASA 的哈勃望遠鏡和普朗克衛星精準地測量了這個膨脹率，現在公認的哈勃常數大約是67公里每秒，2秒差距，意思是每距離我們遠326萬光年，星系遠離的速度就增加67公里每秒。假設一個位於3.26億光年之外的星系，它正以大約6700公里每秒的速度飛向遠方，而一個遠在140億光年之外的星系，其退行速度理論上已經達到了光速的極限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能夠看到的宇宙極限，也就是大約140億光年之外更遠處的風景，因為宇宙膨脹的速度已經超越光速，那裡的光永遠到不了我們的眼中。而可觀測宇宙的直徑高達930億光年，哪怕人類有一天能夠光速飛行，那也永遠到達不了可觀測宇宙的邊緣。話說回來，宇宙既然是個球，那這個球到底是什麼樣的呢？愛因斯坦的定義是，宇宙是一個大小有限但沒有邊界的球形宇宙，其實質上是四維超球面在三維空間中的投影。他之所以這樣認為啊，是因為他為了求解廣義相對論場方程，發現必須假設宇宙是閉合的，沒有邊界，這樣才能滿足數學上的自洽性。不僅如此啊，歐洲航天局也認為宇宙曲率可能傾向於正，即宇宙形狀為封閉球面。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也通過普朗克衛星觀測分析，宇宙可能不是像床單一樣平坦，而是一個封閉的三維球面，就像現在的氣球一樣彎曲。那我問你個問題啊，既然我們怎麼走都回到起點，那我們的世界會不會也是一個循環呢？在評論區唠了吧。